来，在场的各位村民们，今天我要宣布一件事情，我们村现在已经加入了69号村庄缩小计划，现召集参与实验人员，所有不愿意参与实验的村民们，请你们往后退一步。很好，大家都非常配合，那我就默认所有人都愿意参加本次实验了。来人，把村民们都带去喝特制的消毒水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从来不欺负村民的小包。昨天我们已经让村民喝了我们缩小计划特制消毒水，现在他们的身体应该已经被改造成功了。那么接下来就有请志愿者1号，请看，这个就是我们本次缩小村庄的核心部分——缩小工作室。这是一个由全景落地窗组成的玻璃房间，与外界完全隔绝，连空气都无法流通，所以在炎热和寒冷的季节都可以保持非常舒适的室温。现在我们就让1号志愿者进入玻璃中吧。请你稍微放松一下，我们昨晚给所有的村民都喂了消毒水，所以你们全身的肌肉和骨骼应该都已经被腐蚀了。你们看，现在我可以很轻松的把它拿到手上，把它挤压成很小一个，然后装进玻璃里面，再给这个村民准备一个工作方块，比如制件台，也把它放进玻璃里面，这样子我们的缩小工作室就完成了，右键就可以和它进行交易，并且到点之后它还会定时在方块里面补货。涨价了，你为什么要给我涨价呀？我给你提供就业机会，你竟然给我涨价，你难道就不懂得知恩图报吗？作为一位非常善良的人，我让刚刚这个村民暂时先回家了，现在我们换一个新的村民，然后给他一个别的工作方块，这个村民在里面可以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工作，不需要喝水，不需要吃饭，也不用任何休息。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在压榨村民，而是因为玻璃里储存的氧气不会得到补充。我们应该都知道，所有的古人生前一定都做过的事情就是呼吸，所以呼吸是让人们变老的主要原因。我们只要把这个玻璃完全封闭，不让玻璃里面的村民呼吸，他们就可以永远保持工作，并且青春永驻。而且我们这个缩小工作室占用的空间非常小，只用一面墙，几乎就可以涵盖我们所有的工种，做到最极致的空间利用，让所有村民都有房子住，不再需要为房价而担心。这个玻璃房还非常安全，就算周围有敌对生物也发现不了它们的存在。在这里，所有的村民都可以有活干，都可以达到他们应有的人生价值。而当我们其中的一个村民交易物品被锁定，但并不是很好，我们还可以用到这个装置。这个装置里面关着一位工具僵尸，我们只要抓一个被锁定了职业的村民，把他关在这个装置里面，然后再给他加上一个金苹果和虚弱药水，很快这个村民就会被僵尸感染，然后刚刚放的金苹果和虚弱药水就会对他完成治愈的过程，然后他就可以变成普通的村民了。就是这个步骤稍微有点浪费资源，不如直接把它人道消灭算了。但是有的人可能会说了，小包，你把它消灭了，那我们不就少了个村民吗？简单，少了一个村民，我们再繁殖一个不就行了吗？我们的微缩工作室也有村民繁殖专用的情侣酒店，酒店内的设施也非常简单，只有中间一张床，一切以简为主，只要抓2只村民到玻璃里面，然后打开放入食物，消耗掉一定食物之后，村民就会繁殖出小村民。不过这个小村民暂时还不能工作，得把它放在外面养大才行。不过我作为一个考虑周到的人，不会让任何村民失去人生的意义，一定要做到老有所终，壮有所用，幼有所长。玩过生存的人应该都知道，有一种刷铁机是靠僵尸恐吓村民来刷进铁傀儡的。这个装置经过简化，就变成了我们的微缩刷铁机，里面由僵尸和岩浆组成，再往里面放入村民，村民被僵尸恐吓就会刷新出铁傀儡了，而铁傀儡被岩浆烧死，就可以获得数量不等的铁锭和花。然后这个里面的村民是可以用小村民来替换的，毕竟铁傀儡的守护可是不分村民年龄的。但因为规模比较小，所以铁傀儡的刷新也比较慢，所以我们可以做一整面墙的刷铁机，反正是微缩的刷铁机嘛，也不怎么占用空间，有了它我们就可以光速生产铁傀儡了。我实验了一下，用漏斗可以收集工作室里面的东西，所以我们也可以平铺着摆放刷铁机，然后做自动收集装置。最后一个就是农场了，可以把村民关进去种田，放上想要种的作物就行，还是非常简单的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这期非常人性化的村民微型工作室，24小时不断工作，极致享受，模组名称为 Easy Villagers， 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搜一下。那我是小包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